所以说，这个就是代价吧。Ignoring me. Ignores everybody. Yeah. 下面我来讲一下这边交通的费用。交通的费用的话，最普遍的应该是坐公交。坐公交的话，建议大家买一张一个叫 Leap 卡的一个东西，一个绿色的卡。然后用那个卡的话，会每一次大概可以省大概几十 cent。哦，这边的风景很好看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买那个卡的话会省一点钱。然后坐公交的话，它是按站来算的，等于是你坐的站越少的话越便宜。然后一般的话，如果你用那个卡的话，它的消费是在1.5欧到2.5封顶，差不多是这个价钱。然后你如果是学生的话，你可以去买那个月卡，然后会更便宜。然后如果你不是学生的话，你也可以去买月卡，稍微比学生的价码要稍微低一点。我这边的话会在下面，或者是我到时候在屏幕上会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具体的价格，就说买卡的价格，那个月卡的价格会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普遍的选择是坐那个轻轨，就在路上的那个，它这边是叫 Lewis， 然后价格也是按它的站台来算的，大概最便宜的话是1.5毛4到2.4左右吧，差不多和公交的那个差不多价钱。然后同样的，你也是可以用那个绿色的那个 Leap 卡去做，会比较便宜一点。其他的交通选择这边可以有坐火车，坐火车差不多比这个的话，比刚刚讲的那2个的话，70价稍微，我猜是因为我也有时候会经常坐火车去公司，因为我家离公司都有火车都有线，然后差不多2站的话大概2.3起步，然后最高的话可能城际线的话应该也不会高到哪里去。如果是你要坐到外面的话，坐到其他城市的话，可能会比较贵一点。差不多就这个样子。跟大家讲一下，现在是11月，这边非常冷，然后看我的手，已经感觉不到我的手已经冻了。下面我讲一下比较杂的费用，像网费的话，大概1个月65欧左右。另外的话，垃圾处理费的话，我觉得差不多平均下来15欧左右吧，15欧1个月。然后另外一个费用是电费，这边电费的话，基本上都是2个月跟你算一次。然后差不多你一个人的话，我说一下平均，差不多一个人的话，你住 studio 的话，我觉得1个月80欧左右，看你怎么用吧。可
可能你电器比较多的话，可能会更多，但差不多80欧左右。当然，冬天的话会比较多，因为冬天的话开暖气的话会比较多。其他杂的费用，这边如果你开车的话，大概它的油费是1.5欧1升，差不多这个价钱。看一下，这边是这个公园还蛮安静的，比较适合我录视频，因为有时候录视频讲话还挺尴尬的。还好是讲中文，大家都听不懂。讲英文的话会更加尴尬。现在好像月亮出来了，好像应该照不到月亮，有看到吗？照不到月亮。另外一些娱乐性的花费的话，像这边看电影的话，要看你是看2D 还是3D。然后一般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2D 的话，应该价钱在15欧左右；3D 的话可能会稍微贵一点，17、18，可能我记得是多2-3块欧元。然后吃饭的话，如果你去下餐厅的话，一个人大概15欧。我说2个人的吧，两个人的话，如果点3-4道菜的话，大概40欧到50欧左右。另外娱乐性的花费，如果你去健身房的话，我给大家推荐一间最便宜的健身房，是叫 Bandan， 有点像笨蛋的谐音。然后它是在市中心，非常方便。我知道它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我家就在那个健身房附近，非常近。然后它的话是1年190欧，非常便宜，是我到现在住这么久发现的最便宜的一间健身房。我会把那个具体的放在评论下面，放在那个描述下面，你们可以大家去看一下。然后其他的，我想一下，其他的如果是你要去喝酒的话，这边大概5欧左右，5欧1品托，是这边的价格。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是，如果你自己做饭的话，我给大家讲一下，你像自己做饭的话会更便宜。自己做饭的话，去这边有。你知道比较连锁的比较廉价的一些超市，像 Aldi、Lidl 这些会比较便宜。你大概买的话可以买，我想一个人买菜1周的话，你不要买一般的东西的话，大概50欧差不多，一个人50欧差不多。然后你大概自己做，然后一个月的话，可能200到300欧左右，你可以吃的还不错。我能想到的花费差不多就这些。其他的主要的花费好像没有特别多了。看一下。现在4点31，已经黑到不行了。我现在走回家，然后最后一点，这个视频的话，我会聊一聊你住在国外的代价。这件事情的话，我觉得，我们都觉得自己还很年轻，然后不会觉得有什么代价。
但是我之前看另外一个博主的话，他是在中国做视频，然后他讲的一个代价是，他当时因为住在中国，然后他妈妈生病了，好像不是生病，他妈妈应该去世了，然后他没有及时赶回家，然后这个就是住在国外的一个，我觉得应该是最伤感的一个代价，因为有的时候太远了，然后你不能及时回家，然后你可能会错过很多东西。我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发生在大家的身上。我觉得，因为讲这个话题比较沉重，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有个习惯是报喜不报忧。可能你打电话回去的话，你听到的都是好的事情。很难讲。其实我刚刚讲那个博主的事情的话，我为什么这么有感触，是因为它也发生在我的身上。但是还算情况比较好，因为是当时，我爸爸有生病了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讲，因为也不想让我担心。然后我知道的时候是我刚下飞机的时候。所以说，这个就是代价吧。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难讲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就这样。我觉得大家多和家人沟通，不要因为在国外的话，就疏于和家里沟通。有一句话叫“子行千里母担忧”，所以说，但是我知道，其实你知道，越长大的话，说实话和家里沟通的时间会越少。但是我觉得，只要有机会沟通的话，或者是电话的话，还是尽量吧，差不多。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不要忘记按赞，还有订阅。我这边的话，希望以后给大家推出一些更好的视频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可以在评论区下面告诉我。或者是你想了解爱尔兰什么方面的事情的话，你可以也告诉我，可以看一下我有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视频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